当我们左侧髂骨旋前，右侧髂骨旋后，骨盆向右旋转的时候，我们骨盆会出现右高左低。此时胸廓相对骨盆是一个向左旋转的趋势。当你身体出现了这个情况的时候，该如何训练呢？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讲这个。接着刚才的话题，我们说了是胸廓相对骨盆向左旋转，也就是说，并不是胸廓真的向左旋转，因为还有一种情况是我们的胸廓和骨盆同时是向右旋转的，只不过骨盆向右旋转的幅度更大，所以此时胸廓相对骨盆是向左旋转的。所以大家记住这个概念就好了。我们所说的胸廓和骨盆的旋转是相对的，并非是绝对的。当我们骨盆和胸廓出现相对旋转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评估。在之前的视频里，我已经分享了相应的评估方法，大家可以看之前分享的那个视频，去判定你的骨盆到底是向哪侧旋转的，你的胸廓是向哪侧旋转的。当你判定之后，再来做这个练习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那么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胸廓和骨盆相对旋转的练习方法，希望可以帮助到你。我们侧躺到垫子上，保持脊柱平行于地面，屈髋屈膝，大小腿90度，双脚蹬墙，然后把上侧的脚打开，保持与髋同宽，让你的2个脚掌蹬实墙面，举起我们上侧的手臂，手指尖延伸向天花板的方向，吸气不动，呼气的时候，让我们上侧的膝盖带动骨盆有一个向前旋转的力量，同时让我们的下腹带动我们的胸廓有一个向后旋转的力量。好，停留在这里，继续保持呼吸，吸气，脊柱延展，呼气，让你的左侧膝盖向远，然后让你的下腹带动我们的胸廓进一步向后旋转。眼神可以跟着我们指尖的方向移动，在这里可以停留60秒的呼吸，做3组即可。注意，按照我们这个动作的练习方法，骨盆做了一个向右旋转，胸廓做了一个向左旋转。那么它改善的就是你的骨盆是向左旋转，胸廓是向右旋转的情况。如果你的情况是相反的，那么反过来做就可以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。如果你的骨盆也向一侧旋转，胸廓向对侧旋转，出现了这样的情况，不妨按照上述的方式去练习一下，注意不要练错哦。好了，关注老王做深度思考研究，我们下期再见。